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《打破医美缪斯》。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张医师，就是我们拉皮的时候，如果只拉这边，真的有效吗？只拉这边，只拉侧面嘛。对。其实不只是手术拉皮，拉线也一样。你知道，我先讲拉线。拉线呢，有一种你听了会觉得蛮奇怪的哦。它怎么拉？它这个线呢，就是拉头发里面，把线用在头发里面。我们知道它毕竟是一个侵入式的。你看有些人说拉线会不会痛？拉线会不会肿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那也是骗人的啊。它是侵入式的东西，肿跟微痛多少还是会。那有些人说我完全不要恢复期，于是就衍生出真的有这种方法哦。我们把线拉在头皮里面，然后就跟你说有拉提的效果。脸呢？对，没有拉。脸没有拉，对，或者是他拉线的时候，他就是只拉这里啊，这里都不拉，就拉侧面这个地方，这个就会有一点用了哦。那这个问题就是回应到我们现在讨论，就是不管是拉线或是手术拉皮，我们内侧都不去动它，只做外侧，到底有没有用？我们现在看这个影片你看它只拉上面这个地方，我们用手这样比，你就会很明显发现一件事。如果你今天拉提只拉在这个里面，它只对眼尾有用，它对脸颊跟下半脸没有用，没动啊，因为这里被骨头挡住了。我们当这个上半脸跟中下脸有一个很大的颧骨弓挡住了，这骨头挡在那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怎么拉，这个地方的效果其实非常有限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在这边埋线的时候，他可能借由稍微有些肿胀跟微微的拉提，你看，有改善一些，有改善一些，可是那个效果很暂时，它维持时间很难超过1个半月。就有另外一个问题，没关系，你跟我讲把线拉在太阳穴里面可以改善中下脸，我也觉得听起来怪怪的。那我们拉侧面这里有没有效？有没有效？比刚刚那个有效？有效一点，可是效果一样很差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做2个小实验，让大家理解一下。好，小实验。今天如果你拉线或是做手术拉皮的时候，我们从只拉侧面到底有没有用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来文轩，我们看侧脸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拉皮的目标是苹果肌跟嘴边肉，对吧？那我们只做侧面这样拉，我们不是从内侧这样直接拉。我们说过，我们脸上的组织它有弹性嘛，比如说皮肤有弹性，假设这个是皮肤好了，这一端呢，如果就是像我们的苹果肌啊，你手拉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法令纹的地方，我们的皮在这儿，你今天就只拉侧面这个地方，从侧面拉，就像这个，我这样拉，你会发现一件事。我拉的这个位置，哇，你看这里地方是不是拉的比较开？可是你看这个地方改善很有限。我这里很用力拉，哇，这里拉的再紧，哇，这已经很紧很绷了。可是这个地方拉的很有限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皮肤它是有弹性的，就像这个是有弹性的东西，一个有弹性的东西，你拉的位置，拉的这个位置越靠近你拉的位置的地方，它会越被拉得越开，但是离得越远的地方，它力量传递就衰减了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拉线只拉这里，或者是你今天手术拉皮只拉侧面的时候，这个拉的力量最紧的地方会在侧面这个位置，但它传递到内侧，就像这个一样，它已经衰退衰减，因为它力量传递过去会越远越小。这个力量传递瞬间好像很多物理公式飞过去，有没有？随着距离就越来越远。这个物理课。刚刚呢，我们是用一个物理现象来解释，我们现在用医学的现象来解释。如果今天我们只拉侧面会发生什么事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刚刚呢，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你拉外侧越靠近内侧，力量传递的越来越少。OK， 可是脸呢，它远比这个要复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脸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脸上的皮肤，它是有弹性的。蓝色的这个是我们脸上的筋膜，它是没有弹性。拉皮分成1层、2层跟3层。
1层的拉皮就是所谓的剪皮啊，2层的拉皮是除了皮之外，还有做到筋膜，就是所谓的筋膜拉皮。那3层拉皮是做到深层，而且要做到内侧。为什么要提这个？因为1层的拉皮这个有弹性的东西呢，它是有可能会怎么样？弹性疲乏，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很绷紧，后面它可能就松掉。好，那筋膜拉皮为什么会比传统拉皮只剪皮好一点呢？因为筋膜拉皮就比较没有这个弹性疲乏的现象。3层次拉皮，它除了要做到深层，最大的重点是一定要做到内侧。对，不是只有做外侧。为什么？这很重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脸上这几个图钉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它代表是我们脸上的韧带。什么叫韧带？脸的韧带，它最主要就是它是从骨头长出来，然后去把我们脸上的筋膜跟皮肤固定在骨头上。你脸上，我不是说我们脸有3层嘛？那这些组织你把它用在骨头上，它怎么不会整个往下掉？它就是靠着韧带去固定。这个韧带就是我们从骨头长出来，像一棵树一样长出来，去抓住你的筋膜，抓住你的韧带。那这个韧带在我们脸上有几个特别重要，我们一个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脸上第一强韧的韧带就是黄色这个叫颧弓韧带，它从我们的这个颧骨下缘这样一排这样过来。绿色的这个韧带呢叫做咬肌前韧带，这个咬肌前韧带呢它是2005年命名的，也没有很久嘛。那这个韧带呢，它就是用来固定我们下半脸的很重要的韧带。有一个更重要的韧带，红色这个叫做面横韧带。面横韧带，面横韧带什么时候命名的？2019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人在2019年才突变吗？突然长那个韧带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是以前大家知道这里好像有个东西，但是呢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有规律的，它这么的重要。蓝色的这个叫做眼眶固定韧带，眼眶固定就是就像一堵墙一样，把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脸隔开的东西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我刚刚说这些韧带是把我们脸上这些组织固定的，把它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骨头上。好，今天如果你只做侧面，你没有做到内侧来，我这里拉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改变很差。你再看你的韧带，你拉，你的韧带你再拉，这里拉再紧，它对内侧的改变幅度都非常的小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不管是拉线或者是手术，你没有跨韧带的话，效果很差。今天如果你拉线的话，你想象一下，我今天一条线，我今天只是拉这个地方，这个线本身的拉力传递到内侧会被挡住，就好像假设这是一堵墙，你用一个铁链要去拉动墙外面的东西，你这个铁链在这边怎么拉？这个东西它拉动的幅度很小，你这个铁链一定要穿过这个墙去拉它才会明显。拉皮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今天只是光做侧面，侧面再怎么紧，内侧就改善有限。你看过这样的客人不计其数了吧？那为什么我们年纪大的时候都是内侧会比较垂？因为年纪大的时候，这些韧带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松了，就开始不行了，有的就掉了，就不行了，就走山了。于是这些东西就开始往下垮了。所以你看经由我们今天做这2个实验，不管是拉线或是拉皮，有没有做到内侧，是不是很重要？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影片或介绍，我们一直讲到跨韧带，就是要做到内侧。但是我们之前是用一些讲解，有些人他可能听不是很懂。今天这个很明白耶，很明白，对不对？不惜用我的脸在上面钉钉子，帅哥。然后用弹簧那种距离越远会衰减力量。为什么拉线要拉到内侧？为什么手术拉皮要跨韧带到内侧？很重要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拉紧皮肤感觉也能同时改善凹陷的问题，是真的吗？其实很多客人问，是不是把脸这样子拉上去，有法令纹就会完全不见？是不是做了拉皮，我的泪沟就会不见？还有人会说，做完五爪之后，我的太阳穴凹就好了。他们都觉得只要这边拉上去，就全脸都上去了。很容易会有这个误会，就是说我只要拉紧了，它就平了，凸的也平了。凹的也平了，好像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会有这样误会吗？只要拉紧了，什么东西都平了。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哈。那你手好，假设这是脸的一个骨架哈，你看到这是脸上的皮，我们来看哈。假设你脸凸凹凸，很多人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那我只要把它拉紧了，够紧，一切就平了，对吧？很合理嘛。看似很合理。
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看哦，因为你下面凹的这个地方，这里空空的，这里是空气耶，你拉上去了，原本凹的地方就像这个地方是空荡荡的，你总不能说我皮拉过去了，然后底下有一坨空气在那里吧？我拉上去有一坨空气在这里吧？不可能啊！我们的皮跟底下的组织，我们的筋膜跟底下的组织之间是不会有空气在那里的，所以它终究这个凹的地方，只要它下面是空的，它终究就会慢慢凹下去，因为它底下没有支撑嘛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我们的脸的老化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松弛跟下垂，第二件事情是流失跟凹陷，第3个问题是过多或者是太强。很简单一个道理，松的收紧，垂的上提，所以我们很明确知道提拉这件事针对的是松跟垂，所以填的这件事它针对的就是流失跟凹陷。不同的处方它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，拉皮这件事没有办法去改善你原来凹的地方。比如说用手用泪沟就好了，可是事实上泪沟它的成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深层的脂肪垫萎缩，所以你不会拉一拉深层脂肪垫就红起来。再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法令纹是因为骨头凹下去的关系，那拉一拉你的骨头就会自己凸出来吗？不会。拉一拉自己的肉就会长出来吗？不会。所以当你的法令纹除了有下垂的问题还有凹陷的问题，你希望它改善得更好，你不能只拉，你还是得填。相反的，你的法令纹如果合并有凹跟垂，只有填会完全好吗？也不会，因为玻尿酸只能针对这个地方的凹啊，它没有办法打一打就提上去。从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分别有3篇国际的期刊论文上面都讲，填充它针对的就是凹陷，它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提升这件事哈，那个只是一些话术，你填上去看起来好像提起来，那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作用，就好像你今天提了凹的，好像也平了，那也是一个暂时的作用，那不是真的。凹的地方它终究还是要填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那有些状况我们的确可以在提升的时候同时改善一些凹陷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3层式拉皮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深层的夹趾垫做一个转位的动作，那它就可以真的把这一坨东西拿来填到凹的，不是靠拉本身去改善凹，而是在做拉提的时候合并转位一起做。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啊，不然拉从头到尾针对就是松跟垂，不会拉一拉就在凹的地方长出肉来。告诉大家这件事，如果你今天去某些诊所，他告诉你，哎呀，你这个拉完可以同时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仔细想想，真的是这样啊，还是它只是一个话术？今天跟大家讲这件事，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。我们诊所一直秉持的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大家在线上询问我们。我们在脸书、我们的 YouTube、我们的官网有很多的管道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。如果你想要更有系统性的概念，这本书叫《微整圣经》哈，是我之前写的一本关于微整的书，但是里面有非常多关于构造、关于脸正确的观念哦，我相信对大家很有帮助。只要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，你帮我们转发给你的朋友，我们的线上客服人员就会把这本书的电子档寄给你哦。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拜拜。
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哦。